接下来呢，就开始给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食疗软件必吃榜之广州这个城市，我们一起来学一学，一起来看一看广州这个城市到底这些女生的 S 数量多不多，容不容易得吃啊？当然了，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给大家分享说这个能不能吃，是通过剖析女人来了解，这个社会的男女关系或者一些女生她光鲜亮丽表面背后的真实生活状态，还有他们的择偶观对待男人的看法，我觉得这才是最有意思的。我说对不对？好，首先呢，各位兄弟，我还以为你是杭州的，我就是杭州的，我全国各地跑，我全世界巡回把妹。我们以把妹论英雄，以把妹为己任。我们每天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泡妞，就是实战，做一件泡妞达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从烈日下的街搭到晚上嘈杂的酒吧，每天这就是我的人生，好不好 ？OK， 来，我们先看一下，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主页上面这个女生，那这个呢也是必吃的。她说她喜欢我，这个点了我的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呢。首先看到她的拍照是直接用磨皮拍的，直接用美颜软件拍的。你只要看到皮肤是这种质感的，各位兄弟一定要记住，如果一张照片的质感是昏暗的灯光下原相机自带的黄皮，那么说明这个女生，就是她的就是你记住哈，在几个地方拍照。他的真人颜值要大打折扣的，一个是在暖光且昏暗的灯光下拍的照片，第二个是在洗手间拍的照片，第三是在车里面自拍，第四是在海边拍照，第五是在一些欧式建筑开放型场景，第六是在白天的那种草坪上拍照，这些颜值都有水分，因为这些场景光线打的脸谁拍都好看，牵条狗来狗都眉清目秀的，所以这种地方呢不能信。而且你看一个妹子的照片，如果的不是原相机黄色画质的质感，那这个妹子真人就是她你都要再看其他部分，就是你不能通过她照片来判断她真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好，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女生的脸稍微有点假白，同时她美颜开得特别重，因为没有法令纹，没有脸上任何的沟壑，连毛孔细微的这个雀斑痘痘什么都没有，那说明美颜就比较过重。而且你看她的眼神，但凡是这种眼神的都是一次可以吃的，好吧？之前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了，眼妆画的特别浓的，在床上自拍的，对着卧室的镜子自拍的，展示自己的身材的，穿的特别 S， 在床上摆一些搔首弄姿的动作的，眼神特别勾人的，这些都是可以一次吃的，好不好？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可以一次吃的啊，先匹配一下 ，OK， OK， 来这个不看，这个不看，这种来各位兄弟记得啊，还有一种类型的妹子。也是非常好吃的，就是穷苦家庭出身，从小出身小县城小镇女青年，然后在大城市奋斗，想要在这安家落户的职业，他们普遍工作类型是微商、医美、卖服装的，总之这些没有任何门槛，通过拼了命努力能干的这种职业，往往都是好一次 game 的。因为这种女生你可以看到，我跟大家讲啊，人她其实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些女生她在大城市奋斗，对吧？那她其实要有正反馈的，但是这些女的呢，她各位兄弟，你们能不能理解一点啊？就是如果一个女的她身上的优点不能让她在婚恋市场上加分，不能让男人因为这个点给她加分，那她这个优点还不如没有呢。就比如说很多会赚钱的老女人，其实她是减分的，因为她会赚钱，让她认为自己应该配得上更有钱的男的，她看不上比她穷的男的，也看不上经济适用男。但是因为有钱这个特征，她在婚恋市场上占比极低，不是最高的权重。因为大部分优质的男人还是希望找一个年轻漂亮的，找一个花瓶，或者是一个家世条件特别好，但工作是稳定正式工作的。但是很多女生，你比如说一个做微商、做医美、卖衣服，一年赚100万的女人，她的100万收入是比大部分人高的。但是如果她今年28岁了、30岁了，她在婚恋市场上也没有什么行情。我告诉你，她根本找不到自己想要，她只能找一个有稳定工作的矬男，愿意跟他在一起，或者想睡他的弟弟，只有这两种人。或者是50岁以上的老头可能会跟他在一起，所以跟他适龄且家庭优质、不油腻、
不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他基本上遇不到啊，基本上遇不到，好吧啊，所以这种呢我们都是这个可以的。而且你看到一个女生，如果你各位兄弟一定要仔细看女生类似于这种照片，就是你看到这个她的腮红和她的口红，还有她的这个拍照，就是首先照片在照片里呈现出的效果，如果整个人是畸形的，就是你知道所有让你感官不舒服的照片呈现逻辑是这样的，就这个人比如说她是一个1.58米的女生，穿了一个15厘米的高跟鞋，你就不舒服，因为她太想把自己的缺点弥补掉，从而物极必反了，有点矫枉过正的感觉，大家都不喜欢。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妹子是单眼皮，她戴个黑框眼镜想要遮一下，发现没有屌用。一个很胖的女生，她想穿一些宽松休闲的衣服来遮一下，但是你发现也不是那个感觉，对不对？有一些脸长得就是特别瘦特别弄，她去打了很多针去填充，让自己看起来更饱满一点，这个都是物极必反。我跟你讲，真正美商高的女人，她一定会保留自己原有的特色，然后再精益求精，在变美的同时不失去自己的特点，就这种是美商最高的。这个跳了吧，反感啊，跳了吧。这种就没什么看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个性。啊，这种也是必吃的，各位兄弟，这种也是必吃的。记住这几个指标哈，见面就必吃。一个是北方28岁以上的如果这个女生是一个北方的女生，我说的北方，比如说她是河南的、山东的、东北的，这3个地方一定要记住，尤其是东北女生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 S 女的高发地带。我跟大家讲，中国2片区域是最不像中国的，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四川。这2个地方，你会发现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四川人，每个地方都有东北人，因为你到任何一个情色交易场合，老妹儿你是哪里的？啊哥，东北的，对啊，你一问他哪里啊？四川的，重庆的，德阳的，这2个地方全国到处跑，你不信你看。情色交易场合最多的就是这2个地方的人，所以这2个地方的人呢，他本身就是就是他不把这下面当回事，他本身就是这种性格，就很容易跟一个人快速发生关系。他就算不做 chicken， 他也自己比较也是非常 so easy 的，也是非常简单的。那我跟大家讲，就是个子高的，然后28岁以上的，天天喜欢喝酒的，就这种类型的女生都是可以吃的。都是可以吃的，尤其是拍照不够精益求精的，拍照比较糙的，然后因为你知道啊，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很多女人就把糊弄那些不懂的男人。我来跟你讲，比如说有些女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对一个身材好的定义叫前凸后翘，该瘦的地方瘦，该有肉的地方有肉，而且这个女生的皮肤是很软的，她整个皮肤是非常细腻，很白，对吧？这个是一个身材好的定义。如果再细致一点，就是她的肩膀要直角肩，前凸，腰特别细，腰臀比非常好，大腿有肉，小腿很细。其实这个身材好的定义标准是非常高的，但是大部分人呢，他对身材好的定义就是腿长，对不对？大部分男人对身材好的定义就是这个妹子从他面前打眼一过，腿长，或者看起来这个人个子挺高的，他就觉得是身材好了。其实大可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哥们儿他认为自己把了一个1.74米的妹子，什么1.78米的妹子，说这个是干模特的。模特是什么职业？模特就是你读大学，他妈的只要你个头超过1.7米，人家都要。现在的模特跟之前的模特不一样，现在的模特的标准就是他妈的，你只要个子超过1.7米，你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也找过很多女嘉宾跟我一起直播，对吧？那我发现他妈的这些妹子根本就没有什么门槛，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走 T 台的模特，什么环球小姐，那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现在这些模特就是他妈车展，他妈800块钱站一下午都是穷逼，能干模特的都是他妈穷逼，原生家庭极差，而且脸不好看，身材好那是因为他穿了包臀裙，穿了高跟鞋，他就占一个东西叫个子高。
而且因为我之前买过一辆车叫兰博基尼，我经常参加各种车展活动或者婚庆，那我发现。我就是每一次参加这种活动，他都会叫一排这种模特礼仪来站岗嘛。然后我就观察这些模特，没有一个不是村里的，没有一个不是他妈的很糙的，没有灵魂的，家里面特别穷的，而且皮肤都很黑。你记住，模特皮肤都黑，你下次就关注一个女的，她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就看她皮肤黑不黑，好不好？城里人皮肤绝对不会黑的，就算是黑，他是刻意晒的。所以你看到一个黑皮、年龄大的、身材笔直的女的，都他妈好把啊。OK， 对，伪正妹，对，伪正妹。OK， 好，来，我们继续啊，继续看这个，看这个侧脸啊，这种照片，这个女的还不一样。因为这个女的稍微就首先，各位兄弟可能在看到这种妹子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有点看不上，对吧？因为觉得她面部苍老，鼻子特别假，整的特别那个。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妹子往往吸引的是什么呢？一类是那种特别单纯的、年纪小的、条件有点优秀的男生，就是特别单纯的男生。因为这种女生她比较会撩小弟弟，你只要看到各位兄弟，你仔细记住一点啊，一个妹子如果她的性格是比较外向的，话比较多的，然后挺会调戏男生的，这种女生一般她能在自己的颜值基础上找到更优质一点的男的。就一个女的只要主动外向，她一定能突破自己的条件，找到相对优质一点的。所以她的选择有这两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油腻、特别老的有钱男人会找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你要再看她的生活品质，还有她的职业，你再分辨。如果她的职业是无业游民，现在没有什么工作，然后住的不是，只要她住的不是一个月薪超过2-3万以上的房子，那都好吧。但如果她住了，说明她到那个阶段了。我们去分析一个女的好不好把，你其实这个真吃不下啊，真吃不下，对吧？我们去分析一个妹子好不好把，其实就是要看，首先她到底住哪个小区，好不好？她到底住哪个小区？如果她住的小区是那种几千块钱的，你放心，再难不到哪去的。住他妈的都不就是出行不住头等舱，租房不超过1万块钱，然后他妈的全身上下没有奢侈品，然后还有想要向上攀登的这种拍照方式，太他妈好把了，一把一个准。但如果她是纯国女也好把，只是时间周期比较长。如果她是个丑逼，没有必要，你就这么翻遍，看她吃什么、住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基本上就估死了，好吧？OK，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条件不好等于好把，对，条件不好等于好把啊。来看这种，哎，这个长得他妈不好看，长得不好看，这种，好，这种妹子我跟大家讲一下，一定要避坑。这种妹子一定要避坑，各位兄弟，你仔细听好啊！如果你看到一个女生在27、8岁到30岁出头，然后她的朋友圈经常会发自己一个人在家喝酒，且酒具是非常高品质的，酒也是比较好的。她的家里面的装修，她戴的戒指、配饰、耳钉、项链、手表，以及她的穿着打扮、衣柜都是非常好的，且她的头发质感、皮肤质感都是保养过的。那这种女生呢，你最好就不太要去撩，就是你给她 pass 掉。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一个定义，一个妹子年龄和她好把的程度区别在于她是不是一个正妹和她追不追求生活品质。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正妹年纪越大越难把，但如果一个普女年纪越大越好把，懂吧？所以你是第一个维度是看她她是精致的老去、有钱的老去，还是他妈丑逼老去，那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路。
年纪越大，说明经历的男人越多，到最后他把所有男人都经历一个遍，发现对男人失望了，他更难把，他对男人都没有兴趣了。那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在有一次 KTV 活动，我们线下带门徒实战，我就约了一个类似于这种风格的女生，然后这妹子当时呢，其实我是不太想约她的，因为我怕她真人有点照片，在学员面前也挺丢脸的。但是我有一个学员说，我操，这可以啊，因为那妹子拍照的身材非常好，他说你把她约过来吧，然后我就给她发了个信息让她过来了。结果这妹子一过来，她当天穿的是一个很有品质，但是只有懂的人才能看得懂的那种衣服，就是她绝对没有穿包臀裙、黑丝那些女的冲击力这么强，但是我能看出来那个衣服是好衣服，她也是精心打扮的，然后戴了一个黑框眼镜。哎，我就纳闷了，他妈的，他为什么来找我？今天打扮的这么素呢？哦，才知道，落座之后跟他聊了一下，才知道他在跟我约会前有上一个聚会，他见的那个男的就是40多岁的那种中年男人。那中年男人可能，因为这些女的，她想就是她向上社交的过程，或者接触这些优质男，她知道了这些人不喜欢妖艳贱货，或者她跟这些男的去过商 K， 她知道那些商 K 3000档的、3500档的那些女人穿着打扮是什么样的，她想跟那些人拉开差距，或者她内心深处就不认为那种是好看，她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卖肉的，所以她会穿的在有品质的同时又不那么露，她就出来见我了。当然里面穿的是一个吊带背心，她一落座发现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因为我们约的妹子全部都是妖艳贱货，全部都是他妈的奶子露出一半了，他妈裤子马上屁股蛋都露出来了，非常骚。结果他一落座发现自己要被比下去了，立马一落座就把外套脱掉，露出来他里面的那个吊带背心，然后把自己的黑框眼镜拿下来，就要跟在场的女生一起争奇斗艳。我就感觉到他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一落座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玩那些游戏可能是3个字小姐牌逛3元什么之类的这种游戏。然后这个女生就会感觉她有一种什么表情呢？就是那种我不玩吧，又觉得不融入你们，来了这个叫什么呢？不合群。但是我玩吧，我又觉得你们这都是小儿科，在这打打闹闹的。所以他就表现出反应特别迟钝，又带有不屑，就觉得你们一群 low 逼在这玩什么这些傻逼游戏呢？然后他就表现出来那种高高在上、老娘不屑一顾的感觉。然后我一看到他这个样子，看着手机上马上还过来3个妹子，我就让他走了，我就在全场一句话没跟他说，最后他自己就默默的走了。走了之后，在微信上跟我说，我觉得你真的很不会尊重人，你把我叫过来，你也不搭理我。对吧？我跟你想的那种女人不一样，我不是一次就可以睡到的女生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就给我说了大段独白，我也不知道是真喜欢我还是这么讲的。说其实我跟你想象的大部分女生不一样，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面，我所有的餐具、杯子、生活用品都是买的最好的，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不爱社交、不爱出去玩的女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面做一点小点心、做饭做家务宅在家里面。我渴望的那一段关系，也不是像你们这样小朋友一样天天出去玩的，我是想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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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到他发这些东西我就，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所以我当时就印象非常深刻，以后再也不要聊这种妹子，再也不要约这种妹子。我觉得这种适合什么？真的就适合那2种男人，一种是纯情小男生，跟你一样级别的妹子对你不感兴趣，因为你是个呆逼，你他妈的国男没有魅力。但是你要找这种历经沧桑的女人，她知道看一个人不能看表面，要看本质。他会觉得你这样是优秀的基因、优秀的种，他跟你接触，他在你身上获得不用费脑子、单纯，你在他身上获得很轻松简单的 game， 人生中的第一笔 game 经验。要不然就是油腻的老男人，找那些20多岁的他弄不住，他找这样的妹子有共鸣，因为这些妹子会跟你聊事业、聊创业、聊他妈的认知，你知道吧？大概就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这样的。OK 的，大概就这样。所以一次 game 我觉得不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小的男生，然后想要找一些姐姐，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OK。
这个女的真人，我给大家预测一下，大概1+1+1，3分，真人大概是3分，知道吧？就是你本来说啊，本来你看了，你比如说你约他到了一个餐厅，然后本来想点一个他妈的698的红酒套餐，对吧？结果你一看到他过来了，老板，你这是他妈的有没有50块钱12瓶啤酒的套餐啊？你会这么讲。然后然后落座之后呢，你看到这个女生的脸，纵使你刚刚喝了再多的酒，这一刻也会清醒。你看到她的脸，你会觉得就是我跟各位兄弟讲，哎，这个就不用说了，我觉得真人就是3分，好不好？不要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人就是3分。你看到这张照片，看这张照片，啊，这个也是可以以此得知的。我跟大家讲，你跟这种女生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不能 game 颜值不高的女生一定要 game 高分吗？因为如果你都是 game 低分，你无法解释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不知道各位兄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但耐不住下半身有需求需要得到释放，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专门腾出1天的空来约会，晚上可能能抽出2个小时时间来见一个女生，但其实时间对你来讲就是金钱，你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出门。你今天把时间花在客户上，或者花在其他方面上，能赚很多钱，但是确实下面按耐不住了，年轻气盛，想要去释放一下，所以你就约了一个你自己不是很满意的妹子，两人相视一笑，见面之后呢，推杯换盏，你觉得这你没那么好看，但是烂梨也能解渴，对不对？烂梨也能解渴，马上都饿死了，谁还管它是泡面还是他妈的帝王蟹呢？只要能吃就行了。你觉得哎呀这样也凑合了，结果你发现你还装起来了，你长这样你还他妈跟我装逼了，最后你还跟我说你很保守，不是这样的人，大晚上凌晨2点钟干了30公里，在这跟我喝了他妈50瓶啤酒，你还跟我说我不是这样的人。然后这个妹子，你此刻喝的有点多了，恼羞成怒，有点愤怒，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然后你就说，哎，那你走吧。然后这个妹子，你以为她会我做错什么了？你别那个，要不然我今天跟你回去吧。但是你要保证只能抱睡，不能碰我。你以为是这样的，结果妹子，你跟她说你走吧，她他妈的头都不回，直接打了一辆 taxi 回到自己的城中村了。这个时候你一个人在街头，我操，你很无语啊！你不知道他妈的今天在这干什么呢？你一个年薪50万的男人，事业有成，在这个城市有名有头有脸的，大晚上的跟一个他妈的长得不是很正的妹子在这喝他妈马尿，灌马尿，灌的自己都傻逼了，结果你还走了，自己一个人打了辆出租车回到家，他妈的一边吐一边把脸上的妆给卸掉，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太难受了，这种感觉太难受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把的是一个正妹，无论怎么样你都不会难过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之前我有一个学员，这个我不得不说一下，之前我有一个学员，他搭讪了这个不算是学员，算是一个好朋友，他搭讪了一个妹子，然后这个妹子呢非常正，跟他本身是不匹配的。结果晚上这个妹子对他反应非常好，他就约这个女生来小酒吧坐一下。然后这个正妹呢就问他，哎，那你有没有其他男生，有没有其他小哥哥？我这个朋友就把我的照片发给那妹子了，结果那妹子就过来了。那妹子说自己也会带一个闺蜜。我一想，哎，落座小酒吧2v2，一个正妹加她闺蜜，那正妹跟正妹一起玩，肯定闺蜜也不会太差。我们2v2，嘿嘿嘿，很 happy。结果她闺蜜一来，当时我就把他妈的我的手机打开了，干嘛呢？在那工作。我一看到她闺蜜那一眼，我就知道今天晚上我跟她肯定不会有故事，因为她闺蜜长得有点不太像人样。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你帮我聊机啊，你帮我跟她互动啊。我心里就想的是，长这逼样我怎么跟你互动？长这逼样你让我过来，我他妈是全中国 game 最牛逼的樊公子，你有没有搞错？哥们儿，你有没有搞错？然后他就让我在那
我就在这儿不想跟那个不想搭理她，她就一直让我跟她搭理，然后我就不理她，不跟她妹子互动。那显而易见，如果闺蜜得到忽视了，那这个主角肯定也不会投入状态，所以这个正妹就过程就走了。这个正妹过程就走了，然后这个男生就过去跟那个正妹说啊，能不能不走？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就开始两人谈钱了，知道吧？你说多少钱？你能再陪我一会儿？我不需要发生什么，我就只需要你再陪我一会儿，你说个数，我给你转钱。结果那正妹就说啊，你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是靠钱可以搞定的吗？然后就转头潇洒的离去。当时他妈的天上下着瓢泼大雨，那个妹子上了辆出租车。然后他妈的这个朋友就在后面狂奔啊，就在追这个妹子，你知道吧？就在追这个妹子。然后呢，那个哥们儿，你知道最后我看到他是什么吗？趴在地上吐血，就是一边追这个妹子，一边趴在地上吐血。这个就是正妹的威力。他说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女孩了，我真的太心动了。要什么我都能给他。我当时他妈看到这一幕，我才知道我做这个事情的意义，为什么叫专注高分，对吧？因为只有正妹能给男人带来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而相反丑逼，他妈的，我只能说验过这个，你把100个，等你老了到死了，你回想自己这辈子经历的每一个女人，你都不会有印象。这就是正妹的意义，这就是正妹的意义，好吧？啊，吐血是比喻嘛，是真吐血。他是喝的酒特别多，加上又上头，加上情绪又往上走了，到这一步，知道吗？这样就非常简单。来继续看，来，我们继续看有没有其他的妹子。来，所有哥们儿，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有道理，可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 FGZ5807，FGZ5807 找到我的私人微信啊。然后我把今天的全程录播给你分享。另外，你有任何关于情感泡妞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 FGZ5807，好不好？找到我本人，好吧？这些妹子都他妈的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啊，这种照片也记住啊。OK， 这种可以，各位兄弟记住，这种可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女生，这个就不太行了，这个就不太行了，这种就有点像是，你知道怎么观察这个女生到底是就是她就是不能这么讲，你就看一个女生的朋友圈有没有发她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只要没有，但是她全部都是大额消费的，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被 BY 的，一种是间接或直接的做 QS 交易的，懂吗？这是录播还是直播？现场直播啊，所有的哥们儿，这是现场直播。就是你看到一个女生，因为我发现了，我加了这么多妹子的朋友圈，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类型。有的妹子的朋友圈，她每天会分享很多，她吃了什么，玩了什么，但是她不会分享真实的生活状态。什么叫生活？跟父母在一起的合影，跟弟弟兄弟姐妹一起的，跟自己的公司的领导同事这些照片，她没有。甚至你看到很多女生从头到尾所有的照片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对不对？他好像就是他是他妈的夜行侠，他不是白天真实在感受这个人生，就感受这个，就是他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你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正常人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说明这个人，你知道有一些女生的生活状态，她们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认识的很多女生，她可能有那么。他一般是这样组合的，我来给大家讲一下。首先，他有一份正经的职业叫商 K 公主，这是大部分女生做的最多的职业，就是商 K 公主。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最多，选择一个比较火爆的商 K，然后去
他可能一个月上个10几天班，然后他长得特别好看的，一天可以上1到2个班，一个班大概是3000块，2个班就是6000块，然后一个月上10几个班，然后通过这个职业认识这些男的，然后男的从几万到几十万到200-300万，就是一年差不多花销是这些，然后他的收入来源是每天在商 K 里面陪伴的费用啊，就出场的费用和他的演出费用嘛，和他的这个靠这些男人的费用。那他的这个工作其实是不需要他出门的，这个工作不需要他出门的，所以很多女生你会发现她根本就没有白天出。你知道为什么你走在路上现在搭讪搭不到正妹了吗？因为现在所有的正妹她干的那些事儿，她干的那个职业，还有她的行为模式，根本不会在路上让你看到。就她要不然就在家里面宅着，比如说做正妹，无非就干这几个职业，一个是做主播的，她从一睡醒，就是她每天都不需要出门，一天播他妈6个小时8个小时，播完就睡觉了。一个是干商 K 的，晚上9点钟出门，然后到地方汇报，干到凌晨2-3点，对不对？干到凌晨2-3点。然后你们看到很多商 K 的，他如果跟这个客户回去的话，大概是8K 到1万多，13000左右啊，是当天晚上可以回去的啊。出场费的话大概在3K，就是你们在生活中能看到最好看的女生，就是你在路上能搭讪给微信的，就这种级别的女生，基本上在商 K 里你都会遇到。如果不给微信的人啊，或者是你很难把到的人，那在商 K 里遇不到。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情色场合能见到最正的还接受情色交易的，大概是6.3分啊。这个是我去了，这个是我自己这么多经验的总结，好吧？我只能这么跟你讲啊，只能这么跟你讲啊，就是你能直接情色交易，最高颜值就是6.3分，超过6.3分以上就不会直接跟你发生交易了，你一定得有魅力。你去日本的风俗街，或者你去全世界各地，你都会发现这个逻辑。如果颜值高到一定程度的，他绝对不会直接卖的，他会他妈的，他是那种叫陪玩，或者是跟你就是在做一个其他的东西，就这东西他妈的不是直接发生关系，对吧？包括那个什么勾勾吧，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对。小数点是怎么精准的？因为我们有颜值评判体系，就是把这个妹子从8分到4分对应她值什么价，都给她评判出来了，好吧？好 ，OK 啊，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她讲的，我们继续看。这种小胖妹太他妈胖，出门就吃。我操，这个太胖了，见面就吃，大晚上的他妈的，这个只能晚上吃夜宵，知道吧？那你今天有事儿干，你约他干啥呢？你说晚上他妈没人约了，哎，约顿夜宵，哎。啊 ，OK， 这种就可以，这种可以。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女生。啊，这个真人颜值是可以的。啊，这个真人是颜值是可以的，各位兄弟，这个真人颜值是可以的。等一下，我喝口水。好，来，所有的哥们儿，我们一张一张逐帧给大家分析啊。就是我在看到一个女生照片的时候，我看的先后顺位，然后我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拆分她。那首先我看到第一张这个照片啊，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会认为她的颜值在线，但是呢，她的整体服化道拍摄的这个拍摄的水准不是特别高。因为首先这个餐厅这个餐盘，我认为不是很高级，我认为拍西餐厅人均至少在2000块钱以上有必要拍，不然都拍不出来那种最高级别的质感。所以西餐厅一定得是2K 以上的。你看到上海、北京、深圳，甚至杭州很多顶级捞女，她绝对不会这么拍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女生的就是她的这个段位吧，或者她的生活水平、生活品质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准，懂不懂？我认为可能她拿到过小结果，没有干到大钱啊，干到点小钱是这个意思。或者她的生活水平是这样的，因为玩社交软件的妹子，你先默认她绝对不是，就是如果她是国女，她绝对不是这种画风，就是玩社交软件还这样拍照的女生一定不是国女，你先这么判断。所以我会认为颜值足够高，但段位没这么高，所以 game 它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这是我看第一张照片的感觉。那看到这一张呢，这种拍照我认为就泯然众人矣，因为你朋友圈有很多妹子都是这么拍照的，那这个是看不出来任何东西的，脸也看不出来，身材也看不出来，背景也看不出来，所以就是废的。那再看这一张照片，首先这么拍照的妹子一定记住，绝对不会太高级。就如果你看到一个妹子在网红打卡地，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个经验吗？因为我之前接触了一个我认为最正的一个女生，她大概就是我不说是谁了，就是接触了一个非常正的妹子，她来杭州找我，然后我发现了她来找我2天，这2天时间只干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带她到处去拍照，在一些我认为不怎么 OK 的地方，她还要去拍照。你知道她的整个路径是什么样吗？她来找我之前，跟他妈我们拍展示面一样，她把这2天要拍照的行程全部他妈的就是记下来了，然后跟我一个一个的去，而且他对拍照有多么执着呢？到最后一天，我已经累得不行了，他说还有一个场景，再去吧，真的跟他妈拍展示面一样积极。然后我就发现了，他让我去给他拍照那个地方，我认为这也不高级，也不贵，也没有什么特色，为什么要在这拍呢？为什么？各位兄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因为他在小红书上看到了某一个集美是这么拍的，他觉得这个很漂亮，就他没有经过任何深度分析，他就觉得这个大家都在这拍，那我也这么拍，懂不懂？所以我认为这样就是拍这种照片的妹子都不会太难的，因为你记住，一个人拍照如果不知所云，而且也不是特别美，那么都是容易搞定，你就记住这一点，好不好？因为正常人无论是国男国女，所有人拍照都有一个动机，叫我想展示一个东西，今天的菜很好吃，阳光很好，空气很好，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而如果一个人发这个照片什么都没有，没有展示的主旋律重点，那他其实就想展示自己这个人，但这个人颜值还没这么高。那一个人为什么要发这张照片呢？说明这张照片在他的定义里是好看的，在他的定义里是好看的，但是让你觉得都一般，是不是说明他真人还不如这张照片好看呢？对不对？对 ，OK， 好，这种就是，你看这个，就这种感觉，我认为这种地方都没有什么拍的，你看，这个知道是什么吗？各位兄弟知道这是哪吗？这是三亚的爱迪逊酒店的酒吧酒廊，这是三亚的爱迪逊酒店。好，再看这个，不是看那个，是看这个品牌，看这个品牌。我觉得可以，好搞。这种，哎呦我操！各位兄弟记得这种，看这拍照射箭，是不是让你感觉极其不专业？这种非常简单，各位兄弟，非常 so easy，very so easy。单反长焦镜头，拍出一些不知所云的照片。他所做的这个事情，玩的项目跟他的神态、表情极其不符，适配极低，这种都是这种都是非常简单的啊，这种都是非常简单的。看这个动作啊，拍保时捷718的必吃啊，还拍保时捷718的这必吃，好吧？你这拍展示面，这哥们肯定，这姐妹肯定是去拍展示面的，我估计是一个同行给他拍的吧，起码
飞机大炮火箭骑马，我操！你看这种，这必吃啊，必吃！看这种照片，啊，就有这种感觉的，知道吧？就大家能懂吗？就这种感觉，在车里面自拍，然后做的动作很诡异，头发五颜六色，眼神不是自信的从容，也不是风情万种的魅惑，是一种很，这种说不出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知道吧？然后拍出这种很，叫什么呢？叫风尘气，知道吧？啊，对，这种都是必吃的。你知道这种照片它为什么必吃？我之前给大家强调过2点，一个是比较糙，对照片的美感没上升那个高度，所以它不细抠。第二个是自己的生活状态就导致，你有没有发现你经常吃外卖和那种在自己家经常吃健康食品的人，时间长了2个人不一样。经常熬夜和每天朝9晚5正常作息的人，时间久了也不一样。其实人的精神面貌呈现出的质感，跟他的生活方式、脑袋里想的东西、接触的人也有很重要的。你说一个人他为什么会糙？一个人为什么会糙呢？你仔细想一想，是因为周围的人都不会提醒他。你说你要在我周围，我绝对不会让你犯这种错误的，因为你会被我笑死，被我吐槽死。我每天都会纠正你这些点。那正常人他不关注这个，他身边都是糙人，所以他就不会在意这个东西，懂不懂？各位兄弟一定记住，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身上掌握了什么技能，在这个城市很稀有，你就很受欢迎。是什么城市人最多，说明什么东西在这个城市最有用。比如说杭州帅哥最多，不是因为是什么，是杭州他妈帅有用。这个地方帅哥少，你不要觉得你长得帅，我操你，差异化竞争不是这样的。帅哥少说明帅哥在这不吃香，帅哥搞不到钱，帅哥把不到妹，所以帅哥都走了。懂我意思吧？为什么西安帅哥少，河南帅哥少？因为帅哥在那不如有钱人，对不对？我说对不对？说对不对？为什么有些城市就是自己家是北京的、上海的大城市的往成都跑？因为在深圳把妹难啊，在上海把不到啊，所以我要跑成都去降维打击，对不对？这个人做出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件非常颠覆你三观的话。人在90%以上的情况下，就是人在90%以上做出的错误选择，都是因为一件事情，叫闹 AC 荒。闹 AC 荒。还有那10%叫闹钱荒。人做出错误极端的决定，只有这2种可能。要不然是缺钱了，要不然缺 AC 了，急了，病急乱投医，只有这2种可能，好吧？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录播？今天是现场直播，我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哪会有录播呢？啊 ？AC 对 ABC， 你相信我，各位兄弟，你仔细琢磨一下，相信我。这种也可以，来看这种眼神也可以。来，兄弟们看到这种，但这种呢，你跟他得委婉聊骚，委婉聊 S， 知道吧？就这种其实也是可以接受一次吃的，但是你要直接说约嘛，或者一晚上出来喝酒，2个人不经过任何铺垫，直接把他邀约出来，他也觉得他妈的你谁呀？你怎么这么那个？这种是属于叫什么叫？这种叫这种很难形容，它叫她又国女又 S 女，她属于是在找男朋友的时候是国女的心态，但是也能接受 S 的这种短暂的这个方式，大家能理解吧？就这种类型的女生也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她这种是需要委婉聊 S， 就是你跟她把所有的话都得包在纸里，都得含在嘴里，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聊出来。你给这种女生一定要骗屁，一定要就是跟她聊爱情，就是让她感觉到是她的爱情今天晚上跟她 BBS 了，并非是你的那根粗鄙的勾臂。
知道吗？是不是本来是纯的，后来带 S 了？不是的，没有纯的后来带 S 了，就是这个叫涉及到很复杂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啊？我详细给大家阐述一下，就是你知道，其实我认为一个人他是应该有多面性的，像一个圆柱体一样，在不同的人面前激发不同的特征。他可以做到干一份非常正式正经的工作，但同时在遇到自己心动的男生，也可以接受 S， 也可以接受one night live。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在我们脑中，其实大部分人做不到。你在我们脑中，你看到一个人，他表现出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断定这个人就是怎么样了。就是中国，就是老中，他绝对做不到说，我找男朋友啊，我找男朋友，我是很保守的，可是我遇到自己心动的人，我又可以接受一次得失。就我说的是大部分人接受不了，就他接受不了，就是她是国女，她就是个国女；她是 S 女，她就怎么都是 S 女。她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留学的女生。国外的女生，很多台湾的女生、香港的女生，她是可以做到，真的是把 X 和爱情分得特别开的。她真的可以坦然去面对这个事情。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有留过学的同学，或者你接触过一些经常就这个是现代女性、新时代女性，她走过很多地方，这人思想比较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真的可以做到，就是我可以很快跟你发生关系，但是我也不愿意在你身上浪费大量的时间。我要觉得你不好，我随时跟你拜拜。国女士他妈把裤腰带勒得非常紧，不到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步，绝对不会跟你做什么的。但只要做完了，他认为自己就是你的人了，应该是有这样的。对。来，所有哥们儿，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有道理，可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 凡公子公子535。来，所有的哥们儿。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公子535，找到我本人，把今天的全程录播领走，好吧？公子535，公子全拼，找到我本人，公子535。这种也是必吃榜单，这种也是必吃榜单啊！眼神看起来生活没有光，人生没有希望。纹身讲述的是他过去的故事，眼神是表现出他正在经历的生活。他的整个人的感觉就是，每天比较阴暗。这种也是必吃的，记住这种长相，记住这种眼神，记住这种妆容，好吗？这种像有故事的，这种必须得带 TT。这种真吃不下啊！我感觉这像技师啊，技师要比他再低一点，有这个颜值，我跟你讲已经卡死了啊！来，我跟你说一下啊，首先，如果你去到 SPA 馆、足浴店，想找一个技师，记住，在技师的上限不会超过5.2分、5.3分，请记住。一个女生超过5.2分、5.3分绝对不会干技师的，她不划算了。5.2分、5.3分，她去包装一下，做个直播也能赚钱，或者她去商 K 也已经能上到班了。她做技师赚这个钱就不划算了。那你去商 K 看到一个女生，大概是其实颜值在5.23分到6.3分之间。一个女生低于5.3分以下，在商 K 很难上到班，但是超过6.3分，她不会去干这个了，她肯定去干男人了，肯定会找老男人逼歪了。这都是有分类的，好不好？都是有那个的啊。然后，如果一个女生的颜值在4分及以下，还是国女的话，她绝对吃不了情色这一碗饭。4分以下，其实男人跟女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男人他的魅力、颜值是占其中一个维度，他有很多后招可以用，或者很多弥补措施。而女人长得丑，那是没戏唱。女人可以不用太漂亮，但是绝对不能丑，丑的话绝对没戏。你放心吧，无论，我就是她长得丑，她无论是从事情色场合，情色工作，还是去当捞女，还是去嫁男人，什么上架都没戏唱，好吧，都没戏唱啊。所以不同颜值的女生，不同这个分值的女生，她的那个颜值档位决定了她从事的工作。所以你听完我讲的，你以后就不要再做黄日梦了。
一个朋友跟你说，我操，我跟你讲，有个商 K 里面他妈特别正，得有8分，你根本不要听你这个哥们给你吹牛逼，好吧？商 K 里面不可能有他妈这么高分数的，6.3分是上限。而且我说的这6.3分，比如说一个场子里100个女人，最多只有前3是他妈6.3分，剩下的都是你去到中国任何一家酒吧都是什么2-3个6.5分，带一群6.3分，再带80%的他妈的5分，这个是任何一个酒吧的颜值形成结构，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那些跟他妈技师谈恋爱的也是他妈脑子有病，脑子有包，都他妈低分妹，5.5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什么女仆店，知道吧？女仆店游戏陪玩的那些颜值也绝对不会超过5.5分，5.5分是上限。这个他为什么要喜欢我呢？感觉被喜欢是一种很难受啊，被他喜欢。哎呦，怎么都是这种呢？很鸡肋啊！啊，这本人大照片，本人1.63米，本人1.63米，有点照片，但是看一下啊，这个不能不做任何铺垫，见面一次得吃，但是可以做足铺垫，见面一次吃。啊，这种类型妹子呢，我认为多多少少，啊，也不能对别人进行这样的侮辱吧。我觉得是 OK 的。首先，拍照美颜非常非常假，就这种照，因为我给大家看看，你看他这种照片是 OK 的，对吧？但你看这张照片放大了，再看脸是不是很肥？脸是很大的，没有脖子，说明他真人身高不高，身高不高。然后这个腿，这个整体身材是拉了的。那看这张照片，基本上就可以暴露出他的身高大概在1米，我认为在1.6米到1.63米之间。然后呢，他的整个质感嘛，像是你看他拍照这种地方，就是感觉像模特啊，像个模特或者像个是。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啊，也说不出来什么，没有什么难度的，啊，也是以此例子。哦，这种不是 S 女，各位兄弟，这种不是 S 女，不是 S 女，也需要谈恋爱。各位兄弟，你看啊，一个女的只要发这种文案，都不要跟她那个，就这种，一定要找个人品好、三观正的人，就是老是强调什么人品、骨子里的教养，看到没有？然后抄那种他妈心灵鸡汤、网络上的那种段子，这种都不要聊，不要聊，浪费时间。看这种有实力的男人，看说这种话的都好把。有实力的男人看你穿的好、吃的好、背的好、用好的化妆品，会觉得你精致。有这种都好把，都好把。你放心，你跟他聊天会很顺畅，他对你的反馈会比较好，回复的他绝对不会说，就是这种妹子叫什么有契约精神。你跟他聊天，他不会今天对你反应非常好，明天不搭理你了，或者聊了1个月，准备要约出来的时候临时放你鸽子，这种都不会。就他们属于思维不跳跃，属于老一派的那种女人。98年之前呢，应该是。这是个拜金女，说这种话的人一定不是拜金女，你相信我啊！说这种话的人一定不是拜金女。
就像看脸的人绝对不会满嘴说我喜欢帅哥的都他妈不喜欢帅哥，说我喜欢帅哥的都他妈不喜欢帅哥，知道吧？各位兄弟不懂啊，不懂啊，不懂啊？有的妹子满嘴跟你说他妈的要钱，要这个男人付出什么的，她向往爱情。哎，你理解不了了吧？理解不了了吧？有的妹子你以为她非常拜金的，其实她超级看脸，帅哥能把她裤衩子骗得不剩，分辨不出来了吧？满嘴说哎呀我不喜欢我喜欢帅哥，他是为了迎合现在就是他是为了弄成一种政治正确，就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女的她其实呢她非常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她生怕自己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会被周围的女性身边的朋友所唾弃，懂不懂？其实她是喜欢一个靠谱稳定的男人，或者一个对她很好条件还可以的男生，但是她觉得这种话说出来呢有点他妈老 old style， 她觉得不符合新时代女性那种姐姐挑小鲜肉的那种逻辑啊，就是很飒很酷，像韦雪一样找一个他妈的比自己小了20多岁的男朋友，她觉得这种是大女主。一个女人说喜欢帅哥是大女主，是尊重自己的表现，她也跟风嘴上这么讲，跟他妈的她发个朋友圈模仿现在流行的梗，发个朋友圈当文案一样的逻辑。很多你看很多老女人天天在这跟你说，很多老女人天天跟你在这说，哎呦一定要找一个帅哥，对吧？姐妹儿他妈的自己赚钱养自己，姐妹儿是独立女性，找个奶狗给自己提供价值情绪价值不香吗？你看有几个他妈找小奶狗的，都他妈吹牛逼的，光他妈嘴上打嘴炮，光想，知道吧？我告诉你，真正会找这种男人的人，人嘴上不会讲，这个就好像是人狠话不多，嘴上天天逼逼赖赖的，线下都是挫逼，都是他妈的懦夫。真正他妈狠的人，就是比如说我点评这些妹子，有很多妹子就喜欢威胁我说你给我等着，别让我盯着你，别让我他妈的找到你，他妈的把下面给你砸扁。你看他嘴上会说这样的话来威胁我，真的要把我下面砸扁，现在已经拎着锤子在他妈门口等着我了，知道吧？现在已经砸扁了。他嘴上这么说，他妈心里都不会这么做的。人也是这样的，他妈真正喜欢帅哥的人，他一切尽在不言中，在他脑子里已经默默的，如果你不是帅哥，已经给你 pass 掉了，哪会嘴上这么讲的，对不对？咬人的狗不叫，对，咬人狗不叫，对，他是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所以那些老女人说什么找小鲜肉，他只停留在想象嘴炮阶段，根本还没有勇气，还没有这么强的勇气去执行，你信我，对吧？你看那些情感博主，女性情感博主有几个是找年轻的男生的？你看那些女明星有几个是真的敢这么做的？真的找一个小男生当老公的，当男朋友的，他又有几个天天嘴上这么讲的？都他妈想找一个强大的男人能保护他，都是国女思维，好不好？我告诉大家，在我们这个体制内，如果他不是一个就我这么跟大家讲嘛，有西化思想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我没见过穷的。可能他认为他是西化思想，他比如说这个穷逼从小原生家庭不好，无论是男是女，他认为他有西化思想，他只是觉得这么想对他有好处，或者他只是带一点点西化的边儿，沾一点点料，但其实他的根儿还是他妈国男国女，不会变的，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滋生不出来西化思想，他本能骨子里还是希望稳定踏实，还是想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西化思想的男人一定是钱养出来的，要不然你是个天才，像我这样就是他妈的独具一格，无拘无束，无所谓，不然都他妈是国男国女。对，好 OK。 对啊，萧亚轩，你看人萧亚轩是真的天天换男朋友，嘴上会说吗？嘴上会讲吗？从来不说，都是别人调侃他，他迎合大家说两句，对不对？
这他妈太 S 女了。